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玉凯天文设计。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制作属于自己的台困游戏。首先，大家先点击影片资讯栏的那个网址，然后进到游戏界面，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在 Robot Studio 中编辑。进来之后，你会看到这一块地有4个门，那我们进入其中一个门，就能领取我的土地了。领取土地之后，这里有一些按钮，你可以购买它，还有滴管。滴管生成的方块可以让你增加钱，购买是都需要花钱的。然后我们进到2楼，继续购买。好，那我们完成我们的塔困了。塔困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一个游戏，我觉得适合初学者去制作。那今天就是要教大家怎么制作这个台困游戏。首先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界面，有4个门。还有一个塔困的主体，我们先不用理它。我们一开始建造塔困游戏，要先建立 teams， 有一个 no team。那这个 teams 就是队伍的意思。我们要让它用这个 auto assemble， 就是当玩家加入游戏，就会自动加入这个队伍。那 no team 就是无队伍的状态。我们 team color 注意，我用成白色。team color 就是指，假如说你这个当 location 就是重生点，这个 team color 要对应到这个队伍的 team color， 颜色要一样，它才会在这个重生点上面生成。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个 neutral 就是中立的意思，这里记得把它勾掉。如果你不勾掉它的话，其他队伍的玩家可能会生成在这里，就是我已经有队伍了，可是我却生成在预设的这个队伍上，那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勾掉。接着我们来看到档案总管这里，在塔困中有4个队伍。Green, Orange, Red, Yellow。我们来看到这个资料夹，我每个资料夹都有设定这个自定属性 Team Color。还有这个门呢，它其实是有方向性的，正面要朝重生点这里。记住这个方向性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建立塔困的时候是依据这个方向性来建立这个塔困的位置。所以你方向反的话，你建立塔困原本是在后面，会变到前面。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右键显示这个方向显示器，避免方向错误。那我们的运作原理就是在 Takuns 这个资料夹建立所有资料夹，然后依据它的名称以及 team color 建立队伍。好的，接着我们来看到 Takuns 资料夹里面的这个 Takun Script， 这个就是主要的脚本了。那么一开始先宣告变数，再来我们要把 Takun Storage 复制到这个 Server Storage 里面。Takun Storage 就是这一个塔困，因为它是预设的塔困，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到伺服器储存仓库。那再来，当玩家加入游戏之后，我们要帮它建立计分板金钱。接着我们要遍历整个资料夹，用 for 回圈 pairs 来遍历。要先确保说它是资料夹，因为我们要建立队伍，我们队伍都是用这个资料夹来弄的。这里有个 team， 就是建立这个队伍。然后我们要取消自动分配，避免玩家加入后可能会加入到其他队伍，因为玩家加入后是没有队伍的状态。以及 team color， 我们要获取这个 team color 属性，这就是在门上写上玩家的姓名。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门碰触后的事件。首先我们要先获得玩家的物件，接着用 place 的 get player from here 透过玩家的角色获取到该玩家的物件。然后我们要确保说这个玩家符合加入队伍的资格，首先必须找到他的玩家物件，接着要确保说他没有队伍。然后这个队伍里面也没有人，我们就能让玩家加入，并且在门上写下玩家的名字。然后这里有一个 table 是存放初始物件的，它会遍历整个资料夹。如果说有符合这个名称的话，就会略过它。然后其他会解锁的物件都会存放在伺服器仓库里面。接着我们要复制大亨物件，我们来看到这个大亨哦，它是一个 models。那这里有一个 primary part， 就是它的主位置。我们设定主位置在 team door，team door 就是这个门。我们以这个门为基准点，就是去复制到这个队伍的门上，让它整个大亨可以移动过来。所以这个 cfn 的方向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注意方向。好的，复制过后，我们要建立一个玩家的塔困副本，就是当玩家购买某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物件就要出现在 workspace 里面。当玩家离开后，我们要让塔困复原。我们这边用 place 的 player removing， 就是当玩家离开又触发这个事件，但是只触发一次。我们用 once 来表示触发一次的事件。首先我们要恢复门上的文字，这个 surface GUI， 把它的 tag level 给恢复成碰触领取土地。接着我们要清除玩家的 Takun Storage， 就是出现在玩家已购买的那些物件上有一个资料夹，我们要删除它。还有玩家在 Server Storage 的资料夹，我们要删除，就是存放玩家未购买的物件。接着我们要遍历这个Takun的物件，在这个 Player Takun Storage 底下有一个 Builds，就是建筑物。
我们要获取所有的物件，我们要确认它是否为按钮，用 string find 去找它名字里面有没有包含 button 这个字串。所以你在命名物件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命名规则。然后 is part 就是确保说它是一个基础零件。我们这里有分 model 跟 part，model 就是购买的物件，而 part 就是按钮，所以这两个条件都要符合，那它就是一个按钮。这边我用冒号代表说它的物件的资料形态，但是 button 就是 best part，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的属性。还有 billboard GUI，billboard GUI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显示按钮的购买的物件的名称以及它的价格。打开它里面就会有这两个档案，分别是显示名称跟价格的。好，接着我们要设定它的购买物以及购买的价格。接着我们要设定它的功能 Button Touch， 这边我设立一个变数，是存放这个事件的，因为我们碰到按钮购买完毕就要删除这个事件，避免占用资源。首先我们要确保说它是玩家角色，这边因为是在触碰门后的事件下的程式码，所以这个 player character 就是该队伍的玩家，所以我们不用再另外检测说哦，这是该队伍的玩家。我们要先获取他的金钱，再检测说他的金钱是不是能购买。如果可以的话，就便利这个 button 底下的物件。我们来看到 button 底下的物件，你会看到有一个字串的储存资料形态。我是依据它的命名，就是假如这个命名是 dropper 1，我们就在这个 builds 里面找是否有符合该名称的物件，若有的话就让它现形。还有按钮，我是用 for 回圈的方式便利哦。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在里面寻找它，然后复制到玩家的大亨，接着就是购买完毕的动作，扣除玩家现金以及删除按钮的碰触时间，再把按钮删除。若余额不足的话，就会显示说余额不足，然后再恢复它。那我们都是用这个 get attribute by name 跟get attribute by price， 可以看到这按钮最底下的这个自定属性或设定名称跟价格。当这个 billboard GUI 被复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贴上它的价格与名称。按钮的部分介绍到这边结束。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滴管以及这个轨道的运作原理。我们打开滴管的物件，会看到这个 span part， 就是这个红色这一块，这个是生成金钱方块的位置。这个生产线有一个 end 就是这个绿色方块，以及 track 就是这个轨道。要注意的地方是这个轨道的方向，因为我们等一下会依据它的方向给予它动能，让它可以导向这个终点。来看到程式码的部分，在这里我们找到这个 addition line， 就是生产轨道。接着我们找到它的终点以及要给予轨道动能 just be 10，然后 assembly near velocity， 这里就是给予它的动能的地方。我们先获取它的 cfn loft vector， 就是它前方的位置，前方的位置再乘以速度，就是动能的部分，这样就能给予它动能。这好像是 Robust 一个特性，就是如果你这个物件是被锚定的状态，你给予它动能，它就会产生一个力量，让上面的东西会被这个力量拖着走，我们就可以让这个金钱方块进入到终点。接着是终点的部分，终点我们在这里找到 string find， 然后 cash part 就是金钱方块。如果该物件是金钱方块的话，我们就让玩家增加金钱，删除金钱方块，然后我们会获取到它的自定属性 cash， 就是给予金钱的数量。然后这是滴管的程式码，先定义滴管，找到它的生产点，这里有一个 dropper answer change， 这个是定义它的事件，确认说这个滴管已经被玩家购买，那它的负极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触发，这样我们就可以检测玩家是不是已经购买它了。然后这里有个 while 回圈，就是让它重复执行。当这个 dropper 找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生成 cash part， 然后设定它一些属性。C attribute 就是设定它要产生多少钱，像我设定是5块钱。最后这个 cfn 的部分要注意，我们在 span part 然后减 recursive， 让它在那个生产方块的底下2格生产金钱方块。接着用 device add item 删除它，避免说这个金钱方块可能被玩家碰到其他地方，导致它飞出去这个轨道，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因此我们要用 dbs 服务来去删除它。再来是 test 点 wait， 就是重复执行的间隔，我们设定3秒。那如果我们找不到它的话，断开事件，就是不让它运行。再来是重生点的部分，我们这里是要设定 team color， 然后在 Tarquin 资料夹，就是这个 green、orange、red、yellow， 这里有个 team color， 我们要设定一样的 team color， 这样玩家才会重生在上方。接着就是把
未解锁的物件放到伺服器，我们用 table find 有个 default 就是储存那些一开始就解锁的物件。如果在 default 资料夹没有找到它的话，代表它不是一开始要出现的物件，我们就把它放到 Player Tycoon Server Storage， 就是玩家的伺服器仓库里面，然后删除没用到的物件。我们删除没用到的物件就是指 Tycoon Storage 里面的 Real-World Test 以及 Team Door， 因为这两个不需要，所以我们就删除它。删除 Builds 资料夹以外的物件，我们要让非该队伍的玩家不能进入这个大亨里面，找到这个玩家物件，然后确保玩家不等于该队伍，就是玩家不是该队伍的成员。然后该队伍已经有人了，我们就让这个 Humanoid 的 Health 变成0，就是让他致死，这样可以防止其他玩家闯入你的大亨。好的，那整个大亨的教学差不多教到这边结束。那如果有疑问，欢迎提出。当然，这个大亨的脚本是我自己发明的，可能有其他人写的比我更好。这也可以去多多参考其他人制作的。那我推荐一位 YouTuber 叫克拉克，他或许未来也会制作相关的题材，可能我发布的时候他已经发布了。那各位可以多多参考其他 YouTuber 写的程式码，可能会跟我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发明的也不是100%最完美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还算可以，因为我没有用到太多的脚本。好的，如果有兴趣就点击影片介绍栏那里下载模板，大家可以自行运用。好。我是玉凯，我们下次见吧，拜拜。